这里是西藏的远方，世界的第3极，海拔4500米之上，世间的色彩在此汇集，仿佛天堂触手可及。只有当你身处其中，方才领悟何为无阿里不西藏。今年春节来过西藏之后，一直很怀念，于是半年后我再次踏上世界屋脊。不过这一次我选择了搭乘火车进藏，一路美景，目不暇接。对于初到西藏的朋友来说，个人更推荐坐火车，因为除了看美景，也可以让身体逐步适应高原的环境。这一次我们计划从拉萨出发，一路向西，途经喜马拉雅，开到阿里无人区，再从扎达开始返程，最后回到拉萨，总行程约4400公里。因为这次的行程涉及边境地区，所以需要先去办理边防证。边防证办理完后去吃饭，并且采购了一些路上的物资。我们现在出来找点吃的，然后这个地方有条街叫拉萨不夜城，这个地方是一个市中心的位置，因为离布达拉宫很近，所以其实如果住这边的话是非常方便的，而且我们住这个酒店也很便宜，人民币才200多块钱。牦牛臊子面，牦牛肉臊子面和牦牛肉拌面。拉萨这边的海拔有3600，就还好，不是特别的高，但是呢，还是会觉得头有一点晕的。而且它这方可以听到，你可以听有高压锅的声音。他们这边煮面，因为海拔太高，然后沸点比较低，必须要用高压锅来煮面才能煮熟。牦牛肉拌面，太夸张了，这个太夸张了吧，这个。这还点了一个肉夹馍，这些都是陕西的一个特色。这牦牛肉好筋道啊，很好吃啊，炖得很软烂，很入味。这个面也好吃，我们点的这个辣刚刚好，不会特别辣。虽然它是陕西风味的，但它融合了这个西藏的特色牦牛肉。这个面很筋道，但我不确定它是不是手擀的，但是就真的特别筋道。肉夹馍。这肉夹馍就正常肉夹馍的味道，也没有特别的，怎么讲，不惊艳吧，但是是好吃的。然后这个面呢可以就着涮吃，一口涮一口面。
然后这个地方就有一个大超市，所以大家要采购的话可以来这个超市采购啊。这个超市里面什么都有，特别的方便。就大家在出发前的话，可以先来超市采购一些吃的和一些路上需要用的东西，先在拉萨把准备工作做好。你看这个自热超级火锅，哇塞，这个太有趣了，到时候考虑一下要不要买个，还是海底捞出的。这还有新疆的大西瓜，1块9毛8。然后这有碳酸饮料，到时候我们可以买一点这个碳酸饮料，然后多喝点这种有糖的，会更好一些。除了食品，建议大家也买一些氧气和缓解高反的药物，以备不时之需。反的药啊，这个高原维能。第二天从拉萨出发，我们的行程是从拉萨到日喀则，会途经西藏3大圣湖之一的羊卓雍措。上一次来羊湖，因为东游西藏免门票，但实际上羊湖视野好的前3个观景台都要门票，且整体越来越商业化。因为已经来过，加上这一路湖泊众多，所以羊湖我们并未多做停留。而是一路开到了世界上最高的大型淡水湖普莫雍措。这里鲜有游客，远处的雪山与湛蓝的湖水相映，苍凉、纯净而广阔。普莫雍措面积290平方公里，海拔居然超过了5000米，而高反也随之而来。现在感觉有点难受，还是得吸一下氧。氧气让你那个进到肺里面，对肺里边吸收一下，血氧好像马上上来，好多了。那我走了啊，走，没事啊。这是我们昨天在超市买的这个医用供氧器。经过第1出口，途中我们经过了江孜中山古堡，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967年，并在14世纪进行了重要的重修。而附近还有一座建于15世纪的白居寺。这座宗堡在近代史上最著名的是1904年的江孜保卫战，西藏军民在此英勇抵抗英国侵略军，江孜也因此被誉为英雄城。广场上还有一座江孜中山英雄纪念碑。对了，电影《红河谷》就是以江孜战役为背景创作的。因为景区已经关门，所以我们并未进入参观，但即使是站在山下，依旧可以感受到修建在巨大岩石之上的古堡气势恢宏。我们沿着古堡之下走了一圈，街道很安静，不仅没什么游客，本地人也很少看到。小城特别的安静，基本上都看不到人。这边的建筑都特别的漂亮，这是藏式的传统民居，把牛粪这样子敷在这个地方，这全都是牛粪这些其实可以在这个地方当做燃料，非常的好，这全部都是牛粪。
每家每户中的花花草草和藏式白墙搭配在一起，非常的小清新。日暮降临，我们到达了日喀则，晚餐吃了川菜。始建于1447年的扎什伦布寺，坐落于日喀则日光山的南麓，是藏传佛教格鲁派的6大主寺之一，同时也是历代班禅喇嘛的驻锡之地。寺庙很大，宛如迷宫，高耸的红墙，夺目的金顶，即使你没有信仰，依旧能被这种建筑之美深深震撼。虽然扎寺是来日喀则的游客必游的目的地，但其中不乏安静的角落。从室外沿着转经道顺时针前行，可以到达扎寺的后山。这里可以眺望日喀则的城市风景，同时也可以看到具有小布达拉宫之称的桑珠之中堡。这座古堡建成于1360年，实际上如今大家看到的布达拉宫设计灵感来源于此，而上世纪在文革浩劫之中遭受到了严重破坏。现在看到的这座古堡是由上海援藏重建的，曾经是日喀则博物馆，后因为新馆建成，目前暂时是关闭状态。不得不说，乍看之下真的和布达拉宫非常神似。从日喀则离开，我们离世界之最珠穆朗玛峰也越来越近了。对于普通游客来说，观赏珠峰的选择通常是去珠峰大本营，但那里无法自驾，需要转乘环保车。因为我们时间有限，加上珠峰大本营游人众多，所以我们决定放弃去珠峰大本营，而是打算去同时可以看到5座8000米以上雪山的加乌拉山口。这段的海拔已经达到了5000米了。突然下雨了，沿盘山公路一路往上，远远看到了雪山露出了头，可能是高原缺氧，我们居然误以为这是珠峰，结果后来才知道这是唐古拉峰。事实证明，这个选择是极其明智的，因为加乌拉山口，然后在这个上面，如果天气好的话，可以看到5座8000米海拔以上的高峰，就不知道我们今天的运气怎么样了。刚才在路上好像是看到了珠峰，答案马上就要揭晓了。这一段路是比较崎岖的，很陡，快到了，还有几百米就到了。我们现在已经到了
加乌拉山口观景台，然后这个地方的海拔有5100米呢。啊，今天的天气不是很好，然后云很厚。在正前方啊。对，正前。跟这个小哥说，珠峰现在正在我们的正前方，就是这个前面一大堆乌云正在下雨的地方。哦，今天怕看不见了吧？而且说这边已经下了2个星期的雨了，所以能看到那边的西夏巴马峰，也算运气还不错吧。对，那边那个是啥雪山呢？那边那个唐古拉的山脉。唐古拉山脉的其中一个峰是吧？唐古拉。唐古拉。对。唐古拉。哦。山脉嘛。哦，那我们刚才看到那个了，但那个不高是吧？那边那个啊，7000多。7000多，也挺高的了。啊，2个星期都在下雨。对，一直下雨。就是一点都没出来过这个。啊。就是今天特别遗憾没能看到珠穆朗玛峰，但是呢，刚才这小哥说已经有2个星期下雨没看到了，所以其实也没有什么好遗憾的了，因为这个地方海拔5200米，我觉得其实能来到这个地方就已经是一种圆满了吧。啊，这个碑上面就有图示哈，马卡鲁、洛子峰、珠穆朗玛、张子峰、格崇康、卓奥友和西夏巴马。这个经幡80一个啊，你可以写上你的那个祝福的话，然后就挂在这里。对，绑好，绑紧一点。就绑在这上。对，绑在这个上面，要7、8年吹，风吹念经，风吹动一直念一直经的，这个意思就是。这个会一直挂在这儿吗？还是会还是会换的？就一直挂这儿了啊？一直挂在这里，7、8年没问题。哦，反正就让它自己慢慢的那个，对，吹到完。对，吹完啊。风马旗。对，可以叫风马旗啊，可以叫经幡。经幡，好壮观。哦，这个地方的风也挺大的，还挺冷的。啊。不过居然虽然是已经到了5200，但居然觉得没有特别强烈的高原反应。然后珠峰是在那个位置。带着遗憾，我们将沿着国道219前往今天住宿的地方冈嘎镇。选择在这个小镇住宿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这里也可以眺望珠穆朗玛峰。Flowers in the plenty, coloring in the view. Red sunburns late Sunday afternoon. Talking for hours about the places we have gone and things we've done and the things still to come. Cause 到达镇上的时候已经天黑，我们又找到了一家川菜馆，今天吃的是冒菜。都能看。对，就是珠峰在哪边？在这边。哦，这个方向。这个方向。哎，在这个方向。哇塞，刚才这个老板说，他们这边只要在路上就能看到珠峰，太厉害了。人家那个在床上睡觉也能看呀。哇，这是我们今天点的冒菜，哇，好大一份，哇。可以开吃了吧？啊，吃。这个帽子这个词就像它就是那个水开了之后，对，然后你把它给弄熟的那种感觉，对，冒一下，对。尝尝我们在西藏点的冒菜是什么味道？我觉得这个要比咱们昨天好吃那个，还是要吃川菜才行。
好吃，味道够，香辣味的。这就是你烧太过味了。这里的海拔有4300米，加上屋内没有供氧，所以一夜失眠，头疼的厉害。现在是早上的，大概是在早上的7点50的样子，然后太阳还没有出来，大概还要再等个几分钟，太阳才会出来。我们是想在这边拍一拍这个珠峰古堡，当然这个地方的话，最好是有相机。现在外面的温度大概是1度左右啊，咱们穿上了羽绒服和冲锋衣啊。现在看情况的话，可能能看到珠峰吧。啊，那边的雪山已经露出了一些头。今天看来是想拍到珠峰，不太可能了。不过这个地方真的还是挺震撼的，即使就是单看这个古堡的话，也是有一种很苍凉的感觉。遇到了一群小牛过马路，这只小牛好可爱啊，它有黑眼圈。吃早餐的时候，遇到一位骑着踏板小摩托从西安一路到西藏和新疆旅行的小伙，他一路风餐露宿，很让人佩服。实际上，沿途可以看到很多骑着摩托车甚至自行车进藏的人们，大家上路的目的各不相同，却都保有心中那份对自由的渴望。小哥有句话让我印象深刻，无论如何都要出发，有什么条件就用什么方式。我想这不仅是旅行的态度，也是生活的态度。那你在这儿也是露的营吗？对，我在那边有个庙。哦，那个关帝庙是吧？好，祝你一路顺风啊，一路平安。好，谢谢，拜拜。我们现在准备出发。这个是拜关公吧？关帝庙。拜关公的。但是庙是不可以开的，是吧？一直是关的。一直关着的。啊，这是新修的吗18年修的。18年修的啊。那个地方也能看得到珠峰。如果今天的话，那个上面直接看到珠峰和卓奥有2座。哦，卓奥有峰。最近天气都不太好，是吧？有说的是下雨下2个星期了，差不多。对，差不多。今年的雨季特别长。今年雨其实一般9月份都是雨季。今年闰6月，就是闰6月的雨季都往后，差不多错半个月左右。啊，平时是8月27号已经雨季结束了，是吧？哦，怪不得，你看我们说9月份来天气好嘛，是今年结果就刚好啊。那一般来这儿哪个季节来是最好的呀？4、5、6。4、5、6就是雪。9月、10月这些。哦，4、5、6、9。是10月人多嘛？10月人少了，国庆以后就人少了。国庆少。您就是这儿的人吗？啊，就是。啊。这个镇有多少常住人口啊？4000多。4000多，但是有很多还是外来做生意的，比如说开餐馆什么的。对。啊，4000多，比较少。这也是那个，这珠峰另外一个角度拍的，也是日照金山，漂亮。那个是大本营那边拍的。大本营拍。今天的行程是从岗嘎镇到吉隆镇。这好可爱，带着小狗。首先，我们会路过的是佩库措。
这里可以眺望昨天看到的西夏邦马峰，它是世界上第14高峰，海拔8027米，它也是完全在中国境内的8000米以上的高峰。可惜同样没有看到雪山的全貌，但湖水的辽阔依旧让人心旷神怡。地方叫拉普村啊，这个就是在佩姑措旁边的一个小村庄啊。现在感觉这村庄好像还在建设，有很多新修的房子啊，也在做民宿。然后这个村儿全部都是感觉像都在新修房子一样，然后很乱，像个工地。然后那边有洗手间，也应该是刚修的，可能以后这地方要专门打造成一个景区，对，打造成一个专业的景区吧。目前它还是一个野生的免费的一个景点。然后我们前面可以看到的那个雪山就是西夏巴马峰，这个雪山它也有，这个峰它也有8000米以上，不过最近可能因为是雨季的关系，所以不太看得到。啊，但是那边的雪山是要矮一点，但是可以看得到全貌的，啊，也很漂亮。啊，那边岸边的那个石头太特别了，啊，这个石头太特别了，因为很少能看到这样子的，就它是一块一块的这种很大的这种碎石堆在一起的。从佩姑措离开，我们将前往中尼边境的小城吉隆。短短200多公里，我们将从海拔4500米一路骤降到3000米以下，景色也开始变换。这山突然穿上衣服了，万万没想到，原始森林竟然出现在眼前，仿佛刚才的高原景色都是幻想。吉隆因为吉隆沟而得名，是一条从喜马拉雅山北麓向南延伸的深山峡谷，全长约40公里。人们常说一条吉隆沟，半部西藏史。这里是西藏通往南亚的咽喉，也是佛教入藏的起点。1300多年前，尼泊尔公主赤尊经此入藏，带来了佛像与经典，从此佛法东传。这里也是吐蕃与南亚交流的门户。吉隆沟见证了战争与和亲、信仰与贸易、孤绝与开放。它是一条山谷，更是一部活着的史书。还未到达吉隆镇，沿途的一条瀑布赫然吸引了我们的眼球，因为靠近路边，加上300米的落差，比起很多只能远观的瀑布来说，壮观很多。到了吉隆镇，我们先去了乃村，一路盘山，视野突然开阔起来。我们现在已经到了山顶，啊，这个地方真的是特别的漂亮，即将向左前方行驶。有一种人间仙境的感觉。该村的藏语意为大山顶上的圣地，果然这里宛如仙境一般。如果不是云层太厚，那么我们将看到的是草原、湿地、森林、雪山环绕的神仙景色。
现在来到了吉隆镇啊，这个地方呢就是中国和尼泊尔交界的一个小镇啊。这小镇修的真的还蛮漂亮的，而且它的这种藏式的建筑跟别的地方藏式的建筑还不太一样。然后我们准备去吃一家尼泊尔餐厅，因为这边离尼泊尔很近嘛，那应该会有很多尼泊尔餐厅。然后这边全是跟尼泊尔相关的进口批发零售店、杠嘎尼泊尔商店。然后这也是尼泊尔商店，然后印尼工艺品商店，这边到处都是尼泊尔特产商店，全是尼泊尔商店。好，我们现在去这家尼泊尔明码餐厅，这个店的装修风格还蛮特别的。这些是尼泊尔的一些景色。WiFi 的名称叫 Peaceful， 卫生间挺干净的。这个设计蛮有趣的。个人感觉和印度及巴基斯坦料理类似，口味不算重，但很好吃，人均才50左右，这在西藏来说已经相当便宜了。现在是早上的8点07分，大家早上好。我们现在在吉隆镇，现在很多店铺还没有开门。看到远处的雪山已经清晰可见了。第二天一早，没想到一起床就看到了雪山，于是吃完早餐，我们又向乃村进发。与此同时，雾气开始升腾弥漫，我们赶在雪山完全被遮盖之前到达了山顶。梦境中的极致田园风光也不过如此吧。此刻，我似乎已经忘记了自己身处遥远的西藏。吉隆镇上还有一个小寺庙叫帕巴寺，这座寺庙非常特别，与众不同，具有典型的南亚风格。它始建于637年，据说相传尼泊尔赤尊公主与松赞干布联姻后路过这里，留下一座释迦牟尼像，因此建造了这座寺庙。寺庙没有喧闹的游客，只有信仰的日常，一如这座小城一样。时间仿佛停留在了山谷里，带着岁月温柔包裹着的宁静。
从吉隆镇离开，我们又将爬上高原，将海拔拉到4500米之上。随着海拔攀升，熟悉的景色又回来了，就好像做了一场梦，刚醒过来一样。我们现在已经到了海拔4800的一个山口，天哪！哇！如果天气好的话，你看这个视野多棒啊！这个雪山也是，而且它这层次好丰富，下面是湿地，上头是山，在背后是雪山。哇！我们现在不知不觉从2800又到了4800。路上遇到了一片红色的湿地，还看到了藏野驴。而随着旅行的进行，青藏高原带给我们的惊喜才刚刚开始。来西藏之前，我永远不会想到，在海拔5000米之上，居然还有温泉。我们现在已经到了海拔5000多米的一个温泉——大哥架温泉。哇，这可能是全世界海拔比较高的温泉之一了吧？太神奇了！可以看到那边已经在冒烟了，那个地方。已经在冒烟了。哇，这个温泉，哇，这个水翻腾的好厉害啊，像喷泉一样。哇，这个泉眼，这个水至少应该有70度以上。有淡淡的这个硫磺味，硫磺味不是特别的浓，这水质也很清澈。间歇性喷泉喷涌而出的水柱高达10几米，水温能达到80度，而冬天的时候，温泉水和外部的温差居然可以达到100度。实际上，周围还星罗密布着可以泡汤的各种小温泉，这再一次让我不得不感叹，西藏真的是一片神奇的土地。这下面还有很多温泉，看到那边冒烟的也是温泉。那我们现在打算去找一个可以泡的温泉。这边的海拔已经超过5000了，所以走路其实已经有一点喘了。不过今天这个天气是真不错呀！这个地方有很多泉眼在蒸腾着热气。我们终于找到了一个可以泡的温泉。这边已经开始可以闻到有一点点硫磺的味道了，但是不是特别的浓烈。有藏族的同胞，他们在这儿睡觉哎，应该就是泡完温泉之后直接就在这儿躺着睡觉。这就是天然的温泉池，哇，很难想象这个是在海拔5000米的高度，然后这个地方的温差据说甚至最大的时候温差可以达到100度。哇，这个池子也很美啊！峰哥感觉怎么样？哎呀，非常棒！硫磺味特别浓。来，你在这个
海拔5000米的地方泡温泉什么感觉？哎，太爽了！哇！同行的峰哥身体强悍，在海拔5000米之上体验了一次泡温泉的感觉，但是还是要提醒大家，高原缺氧，一定要量力而行。哇，然后这边的风景也特别的壮观。你好。从达格加温泉到达我们住的萨嘎县城要2个小时左右，到达酒店时已经9点过，建议大家尽量在高原不要开夜车，因为会比海拔低的地区更加容易疲惫。还好我们晚上住的酒店终于有了弥散式供氧，这里也建议大家在订酒店时一定要留意房间是否有供氧，这个对西藏的旅行体验太重要了。今天的行程，我们将正式进入阿里地区。正式进入阿里，预计通行时间4分钟。神山冈仁波齐是阿里来自整个藏区的灵魂。冈仁波齐是冈底13脉的主峰，亚洲4大河流的发源地。它在藏语中的意思可以翻译成雪山宝贝，而它的确也是一座珍宝一般的雪山。虽然它的海拔只有6638米，在一众7、8千米的雪山面前不值一提，但它却有着极其崇高的宗教及文化地位。和藏区大多数相连的雪峰不同，冈仁波齐的周围没有其他与之匹敌的存在，如同一位遗世独立的巨人，屹立在广阔的天地之间，圣洁而震撼。而每一个到达这里的人都能轻而易举地将目光锁定。沿途有很多拍摄冈仁波齐的机位，但欣赏冈仁波齐最佳位置是山下的2个湖泊马旁雍措和拉昂措。马旁雍措也是西藏的3大圣湖之一，甚至直接被称为圣湖，而拉昂措则被称为鬼湖。马旁雍措是淡水湖，而拉昂措是危险的咸水湖。据说它俩一清一浊，一静一狂，一黑一白，一圣一魔，成为了冈仁波齐传奇故事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这一路是我个人觉得整个行程最美的一段，圣湖、雪山都近在眼前。马旁雍措观景台只能拍到冈仁波齐，而没法拍到湖面，所以我们果断放弃，而是直奔拉昂措观景台。现在的海拔是4500米，就我们现在站的地方是4500米的拉昂措的观景台，也就是所谓的鬼湖的观景台。然后这边呢是可以看到冈仁波齐的。那现在正好是晚上7点半，阳光还特别的强，但是等一会儿就会是整天之中最美的时候。现在风真的好大呀，但是今天真的太开心了啊！终于看到了梦寐以求的圣山，太美了！此刻的这个感受无以复加。
看完落日，我们返回巴嘎镇住宿。晚餐我们同样吃的川菜，今天吃的是翘脚牛肉。虽然价格偏贵，但在这里能吃到已然非常难得了。今天我们将前往扎达县，路程300多公里。在路上居然看到了一座类似北方吃的窝窝头一样的雪山，一查才知道是印度境内的雪山卡梅特峰，海拔7756米，是印度境内的第2高峰，世界第29高峰。一路上风景变幻，蹒跚而上，山峦似乎被泼上了鲜艳的油彩一般。而高原精灵藏羚羊也开始出现了，这群小家伙们也在好奇地看着我们。进入扎达境内，奇特的土林地貌如同人类的文明遗迹，雄伟的宫殿、寺庙、佛像镶嵌于崖壁之上，细节丰富而富有规律，真正的鬼斧神工。这个地方真的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完全超乎了想象。虽然之前在网上也看过这个地方的照片，但是没想到实际来了之后，比想象中的还要震撼。然后天空出现了日冕，就是一个圆形的彩虹，也非常难得。我们先去了马朗观景台，这是一个可以俯瞰整个土林地貌的地方，距离县城1小时左右的车程。但我个人并不是很推荐，因为需要走10几公里的搓衣板路，同时肉眼可看的风景一般，土林显得太过规整，远不如身在其中震撼。而欣赏土林的奇特之美，狭义沟则是精华所在。
这是一个建成不久的景区，虽然门票要50元，但实际上景区的道路完全没有修缮，全是炮弹坑。哇，这个陡的，天哪！所以建议大家还是别开车进来了。哎呀，天哪！这个地方风景的确还挺特别的，但是这个路太烂了，让车完全就已经没有办法开过去了。所以说咱们只能掉头回去，也不知道该往哪个方向走。狭义沟的土林色彩更加丰富，造型也更加奇特。沿途的土林风景比景区的更美。而路上除了让人浮想联翩的土林，我们居然还遇到了野驴群从山坡经过的画面。不紧不慢，一只又一只的出现山顶，好像正在回家一样。而背景是快要落山前的巨大云朵，这画面简直如同动画片的场景。哇！扎达是全中国最小的县城，但所谓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甚至连按摩洗脚的地方都有。晚餐我们吃的是云南菌汤锅，但味道一般，价格也偏贵。这次行程总结下来，反而川菜是更好的选择。赶在日出前，我们到达了古格王朝遗址。1000多年前，吐蕃王朝灭亡后，王族后裔逃至此地建都。他们在荒原上筑起宫殿、寺庙和佛塔，让信仰重新点亮了西藏的文明。几百年后，它神秘消失，没有留下任何线索。如今，当清晨第一缕阳光照在古格遗址的土林上，气势恢宏，可以遥想当年该是何等的繁华景象。金色的废墟，就像时间留下来的叹息。
本来对这里没有抱太多期待，但参观完后，我却认为这是整个行程我最爱的地方。自然风光与历史人文相结合，不可多得的宝藏。2居室的房间。站在古阁遗址的风口，我才恍悟，世间一切的繁华终将归于尘土，唯有信仰与文明的光，才能穿越时间。古阁也许早已消失，但那份从荒原之中生出的勇气与信念，依旧在这片土地上回响。今天中午准备在这个地方吃个午餐，然后全部都是川菜。然后这个地方的物价还不错，没有特别贵。这是我们今天点的，应该算是乐山的美食吧。乐山美食荤豆花，很难想象我们现在是在西藏的边境阿里地区，然后正在吃乐山的美食。它这里面有很多肉，然后有排骨，有酥肉，有排骨啊，还有豆花。啊，这豆花很嫩哎。这是豆花，里面的肉片也特别的嫩，而且蘸料很香，也不会特别辣，强烈推荐这家。豆花如果不够吃的话，还可以免费再加，应该是免费的吧，我还不确定呢。今天我们将正式踏上阿里环线的后半段旅程，从扎达前往格吉。如果大家时间充足，可以继续往西北方向前行，去中印边界的班公湖。我们因为时间有限，所以最终选择了放弃。We did our best, couldn't have done better. I think we should be proud. But you held me down when I was living up. Back and forth, but never together. So I'll stand up and walk out and make my way alone for now. Heavy as a feather, pure as the driven snow. 现在来到了格吉县啊，这个县城也是小小的，但是很干净，然后人也不多。今天继续吃川菜，哇，好久没吃鲁菜了。清汤的粉，这个有一个制氧机，很方便。它现在这个相对的海拔，等效海拔是3400，然后3400的状态的话，其实就不太有高反了。实际这边的海拔是4300左右。接下来的旅程，我们将正式开始一错再错的行程。阿里南线，也就是冈蒂斯山脉和念青唐古拉山脉以北的山路，与羌塘高原南缘交界的地带，分布着大大小小无数个湖泊。据说，大约1平方公里的湖泊就多达497个。因为藏语里面湖泊被称为错，所以大家就亲切地称之为一错再错。沿途我们经过村庄，看到了盛装的藏民，似乎应该是最近有什么重要的节日活动。第一个让我们驻足停留的错叫聂尔错。
一群野驴在湖边吃草，这里的盐湖和山体、草原构成了一幅层次分明而丰富的画面。哇哦！这有很多很多的海鸥。哇哦！然后可以看到这个湖水的颜色也是分层的，最前面这个是有一点奶白色，然后到后面的颜色越来越深，哇，太漂亮了！我们准备在这个地方小小的露营一下，来吃个火锅，哈哈，这个就是我们那天买的超级鸳鸯锅。我们还加了泡面，然后准备再加点鸡蛋进去，应该味道特别好。我们现在打算在湖边吃火锅，现在已经开始，对，已经过了5分钟了，还有10分钟就可以开吃啦，哈哈哈！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车停这里的，然后车旁边就是湖。来，3、2、1，揭开！哎呀，泡面还得再泡一下，然后我们先把泡面给它弄到底下去吧。太棒了，你看这，我们是在高原湖泊吃海底捞呢。啊，我们再让它泡一会儿，再来个5分钟。可能是我们加菜加的有点多。确实，菜加多。经过我们的2次回锅，我们的回锅火锅好了。然后一边是番茄，一边是麻辣的，但看上去颜色差不多。那我们尝尝味道怎么样啊？大家觉得好吃吗？好吃，好吃，强烈推荐，对吧？倍儿棒，倍儿棒。也建议大家可以来这儿吃火锅，但前提是得把垃圾带走哦。好近哦！
现在在改泽县。哇，这个夕阳也太壮观了吧！然后这边也全都是四川菜、重庆菜。晚餐我们吃的是蹄花，没错，依旧是川菜。今天是整个行程最辛苦的一天，从改泽到班戈，行程将近700公里。而我们今天打算去看洞错和色林错。洞错距离改泽县城不远。而从洞错出来不远的地方，有一个被称为大地之树的景点，让人不得不感叹，大自然才是最伟大的艺术家。大风车扇叶的3个，然后大风车扇叶的时候，这个扇叶好大呀！今天又找了一个地方准备野餐啊！这个地方环境真的太棒了。那我们现在是把车从路边的这个岔路开下来的。我们今天吃的还是海底捞的自嗨锅，而且这个就10块钱人民币，特别便宜。然后蔬菜还特别丰富，什么都有。作为在路上这种特别遥远的路途的话，中午吃这个就会比吃干粮要好很多。然后这个自嗨锅已经把调料什么都放上去了，它现在已经开始加热了，有一种沸腾的感觉。15分钟之后就可以吃啦，哈哈。我们现在在这个地方，海拔有4900，哇，太难得的体验了，在海拔4900的高原之上吃午餐。点餐。然后我点的这个叫什么粉丝，还有3分钟就可以吃了。我这个已经好了，而且可以听到还在沸腾的这个声音。这是我们自嗨锅的煲仔饭，哇，看上去很不错哎，川味腊肠煲仔饭。哎，飞哥尝尝味道怎么样？非常不错，是吧？嗯，哇，所以可以建议大家
也可以买一点这个煲仔饭带在路上，这个比吃泡面强多了。下午一直在赶路，沿途不时还能看到各种错。当看到达泽错时，觉得太美，忍不住还是停留下来休息一下。远处的热泽雪山太过与众不同，白雪像贴在了山体上一样。继续前行，西藏最大的湖泊色林措很快就出现了。湛蓝深邃的克莱因蓝似乎无限延伸，极其不真实地镶嵌在苍茫的大地之上。因为距离班戈县城还有100多公里，太阳开始倾斜。虽然留恋美景，但我们也必须马上继续赶路。一路的壮阔，我们不断感叹，灿烂的夕阳和璀璨的星空都美得让人失语，如同这一路的感受。这些美景我都想一一记录，却又觉得无能为力。语言苍白，文字乏味，影像也不过是1分之一。只有此时此刻的感受是如此的真实。到达班戈县的时候已经9点过，因为太过疲劳，今晚我们终于放弃了川菜，而是选择简简单单吃了一碗面。今晚的酒店条件是整个行程中最好的，一夜睡得非常好。没想到早上一推开窗户，发现外面居然下雪了。早上准备出发的时候，发现车已经变成这样了，那我们就只能让车热一下，把这个雪给化一化，才能出发。这边的气温最低只有零下-1度，而且这个地方是全国海拔第2高的城市，差不多有4600米左右。
今天是阿里环线的最后一天，也是最为轻松的一天。本来计划安心赶路和返回拉萨休息，没想到沿途的美景出乎意料。翻过一座山后，一片如同仙境般的浅蓝色出现在眼前。没想到我们在湖边还发现了藏狐的身影。而本来不打算停留的纳木错也毫无保留地展现出来，和念青唐古拉山脉组成了一幅壮阔的山海画卷。我们终于开上了久违的高速，念青唐古拉山脉依旧环绕，似乎久久不愿告别一般。到了拉萨办理完入住，我们去吃了这次西藏之行的散伙饭。我们现在已经回到了拉萨，我们准备去吃一下牦牛肉火锅。现在这个餐具都是这样子包装好的，然后要吃的时候直接打开。牛骨啊，要牛骨汤。要对，帅哥，你这个拍的视频帅不帅？你挺帅的，所以就是因为你长得帅才拍你的啊。给你们家介绍生意来的。回头客还是我们这儿的？对，我上次来就吃过你们家。谢谢你们。然后帅哥，素菜要吃什么看一下？他的娃娃菜是不是大耳菜了？已经炸的那个娃娃菜。啊，不特别大，所以就很大。这家店呢，我们上次来西藏的时候就吃过，还真的蛮好吃的。因为他家是连锁，然后在西藏的话有很多家店。这件衣服呢是朋友从尼泊尔送我的，就一种藏式的一个衣服，还挺有意思的。这甜茶喝完了还能加吗？能加的。哦，免费的哦，太好了，好，谢谢。这是送的甜茶。这个是就是这个套餐里面送的甜茶，然后喝完了之后还可以再加。我们上次就喝过，这甜茶特别好喝。这个甜茶好，不是特别甜，但是呢比较的香，奶味很浓。就我们点的各种各样的牦牛肉，都不知道是啥肉。看上去应该很新鲜吧。给我介绍一下这些牛肉是叫什么？装货的话，这4盘是就是现切，这2盘是吊龙。吊龙。现切就是这个吊龙，这看一下这个，这是吊龙的。
对，这个掉了，还有一盘，我帮你换一下啊。刚才他拿错了。拿错了。对，这4个线切，这个是吊龙。吊龙。这涮的时间呢，7、8秒就可以了，不能超过10秒。哦。因为这是新鲜的，今天早上采的那个牛，然后就是很容易老。哦，好的，谢谢。不客气。这个的话，你们要涮的话，真的倒进去越煮越好吃。越煮越好吃啊！好的，谢谢。他拿错了啊，这个也是吊龙啊，这是吊龙。汤里面有虫草花，有玉米，然后精髓就是有苹果。来，先尝一尝这个汤。哎，我这有了啊，这个啊。汤蛮鲜的。那好，谢谢。哇，好好喝！现在可以涮牛肉啦，先尝尝它这个现成的这个，哎呀呦，越煮越香。越煮越香。有点忍不住了，所以我就把这个就是涮了一下，尝尝味道怎么样。这就是卤牛肉的味道，可以了，特别好吃。哇，这是刚才牦牛肉，鲜的牦牛肉，现切的。好吃。应该再煮就怎么样，时间再煮短一点。它都已经有点老了，它这老得太快了。因为它这个汤加了苹果的，所以味道很特别。真的这家强烈推荐，我觉得这家真的还不错，因为这是第2次来吃了，然后觉得它的味道还是跟我当初吃的味道的感觉是一样的。然后给我们每个人都送了一个哈达，这个是一个特别好的纪念品。好，那么接下来给大家这个唱首歌，麻烦大家把你们的这个结巴的哈达从脖子下面拿下来，一起摇起来，好不好？好。好，准备好了没有，各位？好。哎呀，我没准备好。来，各位哈达摇起来，提示哈达。拿起我你，拿起我手里的，他说了你的那种子，我来习惯了你，这个早知道小高让我习惯了你。那可咱们接下去，哎，你叫啥子名字，小哥？叫扎西。你也叫扎西啊？那刚才他叫什么？他叫扎西。他也叫扎西哦。扎西是。那你们两个怎么区别啊？一个大扎西，小扎西。我是帅哥的那个扎西。哦，你是帅哥，那他呢？这不帅的东西。真了哦。来，再跳一段吧。你一定会火的，拜拜。这一次的旅行超越了我的期待。出发前，我曾担心过高反，但当经受住了高反的考验，便收获了一路的美景与感动。我永远会记得自由的感觉，风吹过高原，湖水倒映着天空，雪山凝望着大地。在这片世界屋脊的屋脊，人迹稀少，天地辽阔。生命的轮转，时光的消逝，悄无声息。我又再一次确认，原来在美景面前，真的会有一种情不自禁、无法言说的悸动与愉悦。我想，这也是旅行重要的意义吧。Can hear the sound
not lost but found. It is all